我翻牌可能可以考虑加注，但我认为转牌 AKQ 对上对手范围是比较好的啊，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合牌开了一个更烂的啊，合牌开张，所以我一 check 他就 all in。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14号星期五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状况。我去了这个 Bellagio 参加了一场600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人数非常的少。我去的时候呢，大约只有50个人。反正我出局了之后呢，我就坐在旁边。同时呢，旁边有一场这个10500的豪客赛。这场豪客赛呢，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报。那我在想的原因是因为桌上的玩家基本上我都认识，世界有名的前30、前20的。但是还是有几位玩家是我不认识，然后最后报名。所以呢，当下我也决定去参加这一场10500的豪客赛。这场豪客赛呢，其实你只要在12点准时报名的话呢，它是不用500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2点以前报名的话呢，报名费就是$10,000。原因是因为他希望它可以准时开启，因为延后开启很有可能就开不起来。那虽然说是2桌呢，但我没记错的话，2个都是6人桌，也就是说大概是12个玩家。我进去的时候，一上桌的时候其实就运气不错，有一些中一些2队，然后都累积还不错的筹码量，不到1个小时就进入到决赛桌。那进入到决赛桌呢是9个人，但是进到决赛桌没有什么厉害的，因为总共只有18个买入。前3名才有奖金。跟大家讲几手有趣的手牌。这一个状况呢是剩下6个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在5000、1万的盲注级别 low 价位，它的筹码量呢有17万左右，它加注了2万1。然后我在bottom位，我一对 Q 35万的筹码量。然后呢，这个时候我选择了一个3次下注。那我觉得3次下注在这个时候的筹码量，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学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不用加到原本的，譬如说3x就是它加到2万1，我们不用加到6万3这么大。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有炸胡的范围的话，我希望可以加到小一点，所以我当下选择加到5万3如果它 all in 的话，我还可以弃牌掉一些我的炸胡里面的范围。所以我加进到5万3，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的玩家他大约有17万，小盲位直接 all in。low 价位也 all in， 那当然这2位玩家 all in， 我的 QQ 都是很简单的跟注我认为我如果是10、10、99，我很有可能会弃牌。如果是 Ace Queen 的话，我应该也会弃牌。但是我认为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 我是必须要跟注，所以呢我就跟注了。我跟注了之后，我先开牌，然后 low 价位的玩家他超生气，我不知道他超生气是他不是超生气还是。他就是一副很惊讶，然后我想说这是怎么了吗？他是一对 J 吗？还是怎么样？没有，他竟然是跟我一样，他也是一对 Q。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2个人呢，同时眼神就盯着这个小盲位的玩家，因为小盲位的玩家如果是 KK 以上的对子 ，KK 跟 A， 那我们俩就死定了，因为我们没有 outs， 我们2个都是 QQ 嘛，就还好。小盲位是 Ace King， 反牌是 J19，J19 对 AK 来说，他已经没有 Q 的 outs， 因为已经没有 Q 了嘛，他也没有 K 的 outs， 因为开 K 我们2个是顺子，所以他也不会赢。所以其实这个 AK 的玩家呢，实际上 outs 只有 A， 转牌是 J， 然后合牌是8，我们2个 QQ 中顺子，所以我们2个人呢平分的掉了这个 AK 的这个筹码量。那接下来一个有趣的手牌状况呢，是进入到4人，C 位的玩家呢大约有30万，在6000、1万2的盲注级别，他加注到3万。bottom 位的玩家呢大约有50万的筹码量，加注到8万。这个时候呢，我在大盲位，我有 AQ 不同花，那我有60万的筹码量，也就是说我比他还要多。那有效筹码的话，大约是40个大盲。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决定要做。那我认为对上这2个位置呢，其实 AQ 跟99以上的对子呢，绝对不会落在一个弃牌的范围。那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最好，我觉得当下最好的做法呢是直接 all in。直接 all in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们2位玩家都必须要跟非常紧的范围因为这是泡沫阶段。那就算他们跟住了，我觉得我的手牌范围都不会落后，或者是不会落后太多。那再加上我筹码比较多嘛，所以我都觉得其实不会到太糟。所以当下我 all in 了之后呢，2位玩家很快速的就弃牌。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呢，在这泡沫阶段的情况下呢，就是看谁害怕谁就输了。你不害怕，你加注，就算他的筹码量是跟你一样多，可是他不敢跟你抵抗，他让你持续的扩张你这个筹码领先的优势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优势是更明显。然后接下来是淘汰泡沫的这一手牌呢，跟大家讲一下桌上的玩家分布呢是怎么样子，非常有意思。我有100万的筹码，其他玩家加起来呢
大约是80万，然后他们3个都差不多，也就是大约都是20-30万。然后这手牌 CO 位30万筹码量加注到3万，然后我的小盲位我有100万，我有1对5，然后我选择了直接 all in， 然后大盲位只有16万，也就是说大盲位只有11个大盲，然后他选择了跟注。那这个时候泡沫期间我 all in 大盲跟注，我在想 CO 位能够跟的手牌应该是非常的少啊，所以 CO 位2玩家很快就弃牌，大盲位呢是1对9。翻牌是一个13-4 turn A， 为什么会借 turn A？ 因为 turn A 的时候我还在看我的 odds 是什么嘛。13-4 turn A 代表说我有5跟2的 odds 嘛。然后呢，合牌呢运气非常的好，合牌开5，淘汰了这一名玩家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前圈。然后前圈的话呢，我们刚刚看到就是2位玩家大约都剩下20几万。当进入到前圈的时候呢，另外2位玩家他们其实都不希望自己是第3名淘汰出局哦，因为第3名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多少钱啊？应该是2万8，然后第2名是5万4，也就是说基本上差了快要1倍的奖金了。他们2个的筹码量都一样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些牌其实必须要打得比较保守。这手牌我觉得也蛮关键的。这手牌呢，盲注是在1万、1万5千，我有120万。我在bottom位，我拿 A10方块，我加注到3万。小盲位弃牌，大盲位是那个老先生啊，他跟注。翻牌是方块 J 红桃3、红桃2，底池8万5千，大盲位 check。那我认为呢，在这个比如说 CEO button 小盲大盲，这4个位置呢都是非常的宽哦，所以其实不会有一个所谓的100%的持续下注的频率。那尤其是 button 小盲大盲这3位玩家的范围是更宽的时候呢，翻牌更不会有。所以呢，当下呢，我选择了一个混合策略的过牌，那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会有比较难处理的状况是，他看到我劝，他转牌就下注，合牌就炸，所以我才会考虑自己要不要下注。但我觉得这个老头不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过牌我不会遇到太困难的状况，所以呢，我选择了过牌，然后转牌黑桃 A 非常的好，我中了一个 A 的顶对，然后这时候他又过牌，我会觉得我今天如果是 A9、A8 以上的话，我应该都会下注，我觉得很明确的价值下注。他很有可能他有 J， 他转牌不会下注。这个老先生甚至有可能有77甚至88的对手对，他翻盘前不会 all in， 这是有可能的。或者是假设一些随机的2跟3的对子比如说 K3 同花，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 A 比如说 A5、A6、A7、A8，比我更弱的 A， 他都在他的范围里面。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很多的 A 其实不一定会在翻牌前 all in 的，因为我们讲他必须要打比较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底池8万5千，我下注4万，然后他跟注。合牌是一张黑桃5，变成是有4就成顺子，然后呢底池16万5千，这个时候呢大盲位又check。那我认为我的 A10呢是一个很明确可以价值下注，但我觉得以这个情况来说呢，它大约剩下16万的筹码量，那就是一个底池一个 pot size。那我可以2种下注策略，我觉得可以一个中小下注，譬如说半个帕或是更少，另外一个就是接近满帕，我觉得大概分布是这样。那我会希望我今天下注的时候，假设我今天 all in， 他 A5 会跟注 ，A5 2个会跟注。可是假设我今天下注8万，他如果今天真的是 A5， 他也会只会用跟注，我还是有一点点的机会输他一些小部分的范围。但是我认为我下注8万就是半个底池的话，他会有更多的 A6、A7 什么 A8、A9， 比如更多的 A 会跟注。所以我当下呢选择了一个下注的小指数，我认为长期来说呢，这个期望值绝对是一个最高的尺寸选择。然后我下注了之后呢，他想了一下，他跟注，所以我摊了我的 A10，然后他准备要开牌，我想说你准备要开牌，那代表是我是要输了吗？没有，他开一张 A 给我看，然后他就把牌给丢到那个牌堆里面。然后单挑呢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状况。首先呢，盲注又升盲了，升到1万2万。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有记录的手牌呢，就是什么状况呢？我在bottom位，基本上总共的筹码量是180万嘛，然后他有26万，所以我有154万。也就是说对手只有13个大盲。然后呢，这时候我有 A5，然后我有几种做法，我觉得我可以直接 all in， 我也可以平跟，我也可以选择最小加注。那我觉得平跟跟最小加注其实不错其实对手就是 Stephen Chadwick， 可以说是世界前10的玩家。然后我觉得几种做法都可以，但如果今天是 A5 不同花的话，我可能会偏向直接 all in。但如果我觉得同花 A 翻牌后的可玩性都很强，那我觉得做一个最小加注是不错的，所以我选择了最小加注。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就 all in， 那我当然就跟注了。然后是1对4，然后我是 A5 红桃，然后翻牌就很遗憾了，翻牌就中张4。
所以他这手牌呢，他26万从我这边翻倍，这个时候单挑所以呢录影都还是有在录影，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记录这些手牌，因为靠这单挑我要怎么记啊？不是我没有办法记啊，没有时间。单挑还有手牌，这个细节是什么状况呢？1万2万的盲注我在8层位我有18不同花，然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混合策略，所以我选择了平跟。然后大盲位呢，他选择加注到8万，先不管加注尺寸的问题。假设它是一个预设加注到3个大盲左右到4个大盲接近这个范围区间，我们的范围里面 limp 之后要跟注的手牌有位置的情况下呢，基本上我认为2张7以上的手牌都必须要抵抗，必须要跟注。当然你可以说有些例外，假设是说他今天加注到3到4个大盲，只会有很强的牌，比如说2张10以上的牌，所以我认为对他的整体范围是够宽的情况下，加上我有位置，加上我的手牌又够强，所以我认为跟注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策略。所以呢，我跟注2万，他加注到8万，我扣了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单挑底池底池是18万，然后翻牌是14-2 Rainbow， 下注一个5万，我记得，我觉得可以考虑加注，也可以考虑跟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我跟注之后呢，转牌是一张 Q 对，转牌就 Q。然后底池28万，这个时候呢，他想了一下，他下注9万。那我认为我翻牌可能可以考虑加注，但我认为转牌 AKQ 对上对手范围是比较好。基本上我不大会去拿一个对子去加注，因为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我的预设策略呢，都会是一个跟注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合牌开了一个更烂的合牌开张 J。反正合牌开张 J， 然后底池变成是多少？46万所以我一 check 它就 all in。我觉得它的合理的炸火可能是一些 K 叉，他今天翻牌前拿 K7 加注，然后翻牌持续下注，转牌他认为这张 Q 对他帮助比较大的，他可以炸火。然后合牌开 J， 他觉得他的范围里面可能有 K9， 可能有 Ace King， 然后他来 K 嗨，他也知道 K 嗨绝对不会好，所以也要炸。那他甚至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 A3 跟 A5就是翻牌是14-2嘛，我觉得 A3 跟 A5 也潜在他的范围里面。那我觉得都是合理的范围，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它还是会有 QJ、KQ、Ace King、Ace Queen， 然后 AAKK， 当然都在它的范围里面。所以我认为他今天做一个满帕的 all in 的时候呢，我认为18不同花，在我来讲是一个很明确的底端范围。那我认为绝对是一个落在弃牌范围，那我就弃牌。然后呢，发生了麦子的状况，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手牌呢，我在大盲位，然后他在小盲位，小盲位就是8层位嘛，他选择 limp 平跟2万，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拿一对 Q， 这个时候呢，一对 Q， 我觉得当然是要加注嘛。那加注到多少？我认为在这个大盲前注的情况下，没有位置，我觉得至少是3.5个大盲。那我觉得3.5到4个大盲都是合理的，也就是为什么他刚刚加注到8万，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加注尺寸。我加注到7万，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他直接 all in， 他比我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是81.500所以大约是40个大盲。他直接 all in 到我 QQ 这个还要问吗？对不对？就跟了嘛，就他是1对5。那1对5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正一币的 all in？ 是，我觉得他可以考虑跟注打一个翻牌后，我觉得不会到太难处理，除非他认为我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不想要跟我打一个翻牌后。他如果觉得他翻牌后技术明显的压制我的话，我觉得他不需要去拼这种翻牌前很边缘的 all in。所以他今天 all in 的时候，当然我就跟注了，然后还不错，翻牌是一个什么10嗨的翻牌，然后我非常的记得转牌是 Q。所以转牌我就确定不会输了，转牌我中 Q， 他就输了这个底池。然后这时候呢，盲注升盲了，所以是1万2万5，所以他剩下6个大盲。然后这一把呢，他上大盲位。那我看到我的手牌，我在8层位，我是7、8不同花。那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 如果说以10个大盲以内的话，基本上2张7以上的牌都是可以 all in 的。然后他选择了跟注5、6不同花。那我觉得5、6不同花，我觉得蛮接近的，我觉得不会到太糟，但我觉得他可以等到下一手牌，应该很明显会有比5、6还要更好的机会，但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他筹码真的太少，所以他跟住了5、6不同花，然后我就8嗨，8嗨获胜，奖杯开箱，你们觉得好看吗？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觉得好不好看？不是啊，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奖杯做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关键是在泡沫期间有让我持续的累积筹码量到筹码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所以相对来说赢比赛就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呢，我们赢得冠军是$97,200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 P， 大家拜拜。